这，就是下一关吗？陈平，你不好好待在你的猪圈，来这里做什么？哎，你个低贱的杂役，连自己父母的保护不好，想成仙？笑话！你这种底层之人，只配永远活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笼之中。放弃吧，陈平，回去还有机会活着。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你到底是谁？这个人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我就是你呀！怎么，下不了手？那就乖乖站好等死吧！没想到你能走到这一步，但也就止步于此了。这是个懦夫，一个出身低贱的人，妄想得道成仙，做梦！我的命运由我自己决定，即使是我自己阻拦，我也要闯过去。结束了。你说这一届能有多少人通过测试？得了吧，这都死伤成啥样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有命见到那传说中的机缘呢？找死！有禁制保护，它伤不了我们。衣服破了好啊，凉快。穿上。你多谢。小事，后面才是最难的路。筑基丹主要数量不够，只够换2枚筑基丹，真的能突破吗？获得了元雷竹笋，此行目的早已超额完成。现在的我，只想平安离开。终究是身不由己。好诡异的压力，不是针对肉体，而是直接压在经脉的灵力上。停下，必须要休息，否则会死掉。每走上1级阶梯，消耗的体力和灵气成倍增加。停下，必须要休息，否则会死掉。每走上1级阶梯，消耗的体力和灵气成倍增加。先进空间休息。终于能喘口气了。这鬼阶梯比在矿山背石头还累。满血复活，身体和灵气仿佛被淬炼过，对压力的适应性变强了。继续。既然无法逃避，那就看看这铁梯究竟通往何方。这不仅仅是对耐力的考验，更是对体内灵气精纯度、道心的磨砺。如此反复，第5次了。那是居然像没事人一样，这怎么可能？你
叫什么名字？为何宗门从未见过你？你的修为明明只有炼气6层。有缘自会知晓，不必放在心上。灵气、神魂皆已精进，可最后100余级阶机压力依旧恐怖。费尽千辛万苦，换来的就这点东西。这丹炉造型厚重，纹路玄奥，若能弄到手，也算小有收获。炼丹区什么都没有。石化的东西，黑土地再强也复活不了。千年寒玉，只有最珍惜的灵药才会用这东西保存。什么东西这么黑？慢着，好浓的木质生机。种子核心最深处，它还活着。黑土地竟会因为供给灵药营养而变少，果真是宝物。不论如何，种活了，等它长出来就知道是什么了。希望接下来不要再空手而归了。看来刚才那个光魔不仅隔绝了外界流动的空气，还隔绝了时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洞主人什么癖好啊？费这么大劲保存4具尸体，看样子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了。这是玉简。这里怎么会有玉简？地阶秘术，这样的至宝在青云宗想都不敢想。让我来好好参悟一番。明明这些字我都认识，为什么连起来我就看不懂了？这绝对是重宝，但想要掌握它，恐怕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前3种傀儡术虽然我从未实践过，但凭借玉简中的描述以及自身对修仙百艺的粗浅理解，大致能明白其思路和关键步骤。但是第4种我无法理解，没有掌握些构建傀儡核心的法则，这4种具体的制作方法根本就是空中楼。吾穷尽一生，仅窥傀儡天道之门径，留此传承，唯愿后世继吾之志。若学得人质傀儡术，恳请将吾与3位爱妻太燕炼为傀儡，以探丝破散转换之秘。若不成，以傀儡之身续道，纵无需介怀，善待此术，莫使蒙尘。洞府主人想要复活，还是以傀儡之身重生？这分明是在挑战生死铁律。这门玄黄傀儡术的价值毋庸置疑，即使现在看不懂，将来也未必没有机会。洞府主人的愿望听下天方夜谭，但万一呢？罢了，授你秘术，便应你之情。至于能否成功，看造化吧。前辈得罪了。石床占据的地方有些大，会浪费不少的地方。未来有机会，还是得将石床移出玉佩，然后用千年寒玉将4人体保存下来。这个蒲团能存放这么久，肯定也不简单。这蒲团竟然是一件能显著提升修炼速度的极品辅助法器。此物乃悟道灵茶树的幼苗，其叶蕴含大道碎片，服之可永久提升修士悟性，堪称逆天。可惜被雷火重创，生机几近断绝，我穷尽手段无法救活，只能封存于此，留待有缘之人。至于这枚种子，来历更为神秘，在一处上古遗迹的通天剑木残骸星河中，我寻得了它，可能是某种太古石木的遗种，灵液浸泡，秘法催生，灵脉滋养，皆无济于事。只能一并封存。这登天梯是我以毕生之力构建的试炼场，双重压力随高度几何暴增，其核心正是考验神魂强度与意志韧性。
我的传人必须在炼气期就拥有媲美甚至超越我当年的神魂根基，如此才有资格继承我毕生心血，触碰傀儡之道的种子。攀上峰顶，竟只是媲美他当年的根基，那这洞府主人的天赋，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根基云泥之别，竟未非自得。地阶中品，竟有可能达天阶。天阶功法万年不现世，青云宗镇派也不过玄阶上品。前辈慷慨。淘汰了6成，他竟然撑到了最后。你是陈平，外门弟子，可换1枚筑基丹，登记完成，回去等通知。哼，你的筑基丹兑换，丹药暂时没有，不能给你。宗门规定，足药可换，存丹优先核心弟子，外门需排队等候。数月到几年？选第2条路，烦请安排，我找李家谈。你在此等候，李家的人稍后便到。筑基丹，我自己迟早能炼出来，但眼下先看看李家能拿出什么。打扰了，我李茂。听闻你愿让筑基丹名额给我李家，感激不尽。师兄言重了，折煞师弟了，请里面坐。2000灵石，30颗凝元丹，1份筑基心得。此乃李家诚意，师弟意下如何？不足尽可提出。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师弟是何想法？这交易双方满意为好。有一物对我有用，对师兄也不难得到。筑基丹方。陈师弟，这筑基丹方可不是寻常之物。我知道，但师兄方才拿出的灵石、丹药和心得，对我而言，1份丹方更有价值。调阅丹方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筑基丹方涉及家族传承，非我一人可决。若师兄觉得为难，那此事便作罢。我相信，愿意换取这个名额的家族，并非只有李家。陈师弟，稍安勿躁，给我3日时间。3日后，无论成否，李某必定前来给师弟一个答复。好，3日后我在此恭候。一言为定，师弟留步。再等40年，每片叶子就能价值5万到2万灵石。希望它能打破枯萎的限制，世界树的种子希望能发芽。答应炼制人鬼，就一定去实现。试问，哪个炼气修士能够有我赋予？平儿，你回来了。方才似乎有人来过。些许琐事已然处理妥当。爹娘闭关许久，修为可有精进？2月苦修，卡在炼气3层难以突破。能稳住炼气前期，我便知足了。你们闭关仅仅2个月，
没错，你外出远行后，我们便闭关，至今刚好2月有余。登天梯秘境竟有时间流露差异，内内修炼数月，外界不过2月，乃是绝佳修炼宝地。可惜依附秘境，无法带走。多亏元敬天，你走后，他日日修缮洞府，铺青石，造净室，布置景致，如今总算规整宜居。袁管事有心了，他人在何处？去访视了，说要叫制服整灵石。来了。陈师弟，幸不辱命。师弟所需之物在此。此乃我李家筑基丹方之一，以真元果、紫荆花、岩阳草为主要，辅以3味辅药。丹方乃家族传承之秘，不可轻泄。得此丹方后，绝不将其泄露给李家之外的任何个人或势力。若有违背，修为永至。若为此事，修为永无寸进，心魔缠身，身死道消。师弟高义，请查验。这丹方居然详细到这种程度，连失败之后的补救法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丹方无误，多谢李师兄成全。合作愉快。那枚筑基丹，放心，答应师兄的不会少。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到手了，接下来就是炼丹了。这紫色出现的倒是奇妙，莫非这不仅仅是面积扩大，黑土地本身的效力也提升了？想再多没用，直接测。这块不叫灵泉，就看土地本身的底子。这块用1阶，这块用2阶，3阶先留着，那玩意儿太金贵了。4组，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时间，不同灌溉，1个月后见分晓。组1无灵泉，咦，24倍，以前可只有12倍。组21阶灵泉，30倍，去看看用2阶灵泉浇灌的。等等，40倍，10年药性的寒星草，在黑土地只需要2个多月就能成熟。2阶灵泉水终于发挥出效果了，未来全部换成2阶灵泉水浇灌。黑土地空间升级了，你的胃口也跟着升级了是吗？好在焦黑外壳褪去了，茶树缓过来了，土地也升级了，是时候去看看爹娘了。平儿，你回来了。爹娘，你们这气色越来越好了。父亲炼气4层，母亲炼气3层顶峰，可他们年岁已高，身体底子远不如年轻修士，还有机会筑基吗？这就饱和了，我还以为能再升1级呢。不能提升便意味着稳定，4亩地40倍速足够了。当务之急便是炼制筑基丹，爹娘的时间耽误不起。长老，弟子有一事不明，若有修士年岁稍长欲求筑基，可有何稳妥之法？天道有常，一流一现，年岁偏大者，唯有用极品筑基丹这种药力，可强行冲开天地桎梏。极品筑基丹只存在于传说和顶级宗门密库，根本不可能在市面上流通。我得想想办法，总不能看着爹娘寿元到头，我自己一个人往前走吧。上品、极品筑基丹，那已经不是临时能解决的问题，但好在还有方向，只要还有机会，毕竟我有黑土地，爹娘能筑基就行。100年药性，岩阳草、紫荆花，一旦结籽，药性就锁死了。真元果挂在树上，最多100年，自己就落了。这种药性的灵药，在我手里，压根炼不出上好的筑基丹。岩阳草、紫荆花、真元果树用3阶灵泉水浇灌，3阶灵泉水实在有限，得找找供应渠道。这里有3阶灵泉水卖吗？你是？我是风息谷林家的修仙家族代表。刚才听你想要3阶灵泉水，正好我们林家出产3阶灵泉水，不知小兄弟有没有兴趣？我可以每个月给你们固定数量的上品洗髓丹和聚灵丹，你们要每月定量给我一定数量的3阶灵泉水，并且价格要高于市场价1成。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虽然主要是靠空间里培育的主药，
但是还是要再搜购一些作为补充。这东西被大宗门和大家族捏得死死的，垄断、管控、高成本，3条路堵得严严实实。我上次能带主要出来，全靠玉佩空间。外购这条路走不通，只能靠空间里的这些宝贝疙瘩了。靠黑土地，靠真火丹晶，靠我这双手。主要全在9份材料凑齐了，镇元丹成功率稳在40%，2阶的门槛我踏进去了。距离下次宗门拍卖还有间2年，就算撑到那时，几颗中品丹，一群人抢破头，我不如自己练。开炉，60年份，失手。第1路失败。再来！神识耗尽了。100年份，成败在此一举。单培成了。下品筑基丹成了。损失的只是时间，不是希望。平儿练得如何？成了，3枚。太好了！我就知道师兄能行。爹娘，我准备闭关冲击筑基境，你们安心修炼。好，你放心去。筑基就在今日。这3层阵法应该足以隐蔽突破时的天地波动了吧？这筑基实在是太费材料了。这些灵根之力居然在阻止道基凝聚，不好！3颗真元灵晶，这是最差的资质根基，连子府都无法突破，悟性废灵根。果然如此，3颗又如何？总比筑基失败强，至少。
终于筑基了。筑基境界算是彻底稳固了。恭喜师弟筑基功成，我乃执事殿长老赵元启，这两位是孙长老与吴长老，奉掌门之命，特来为师弟登记造册，引路前往青云峰顶拜见掌门真人。恭喜师弟！多谢三位师兄，劳烦了。掌门，新晋筑基长老陈平带到。弟子陈平，拜见掌门真人。免礼。古龄不过25，如此年纪便筑基有成，难得。弟子侥幸。陈平，你既已筑基，便是我宗砥柱。看你心性沉稳，根骨一家，可愿拜入本座门下？拜入掌门门下虽风光，但琐事纠缠，我更需要玉佩空间的绝对隐蔽和修炼时间。弟子惶恐，铭记掌门真人受爱，只是弟子自知才疏学浅，资质诺顿，唯恐辜负真人期望。弟子更愿为宗门尽一份绵薄之力，于实务中踏实修行。也罢，人各有志，强求无益，后续事宜由执事殿妥善安排。陈师弟，虽不知你为何拒绝掌门，不过也罢。师弟请看，这些都是宗门为长老们提供的位置，各有悠长，选定了指使相应的权责、供奉、可支配的人手以及需要负责的地域，也就定下了。赵师兄，我选灵芝堂堂主。你选这个？这灵芝堂地方偏僻，事务繁杂，师弟三思啊。多谢师兄提点，不过我对种植一道颇有兴趣，清静些也适合修行，就选它吧。也罢，人各有志，为兄这就为你登记。陈师弟请看，这些空白处便是可供你挑选的店铺位置。怎么回事？北三街和西房口怎么全被点亮了？新晋筑基长老的份额呢？回禀赵长老，那几处都被万宝楼和百草阁高价盘下了，是执事殿刘长老亲自批的条子。批了条子又如何？去传我的话，让他们腾出一间位置好的铺子给陈长老。赵师兄，我看这处就挺好。西角库那里是个废弃的矿石铺子，又大又破又偏，鸟都不去拉屎的地方，这怎么能行？无妨，赵师兄，就他吧，不必再劳烦这位师侄去为难了。也罢，去把西角库的地契取来，登记在陈长老名下。是，弟子马上去办。陈师弟，洞府选址关系重大，主峰青云峰资源灵力丰富，不过只能在山脚画一处，没有独立山峰。若选择独立山峰，可拥有整座山峰，自行规划。只是灵脉远不如主峰。主峰人多眼杂，玉佩空间的秘密随时可能暴露。灵芝堂主的职位加上这60亩可自主支配的灵田，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赵师兄，我就选青山。陈师弟，当真不再考虑考虑？青山挺好，清静，适合重要。好吧，师弟心意已决，为兄唯有祝贺了。从此刻起，整个青山地界，包括60亩灵田，皆归师弟所有。谢过师兄。听说了吗？那个陈平长老竟然选了灵芝堂堂主。灵芝堂油水半点没有，他倒好，主动跳火坑。何止啊，纺织产业也是挑了个最西头废弃仓库。洞府更绝，放着祖宗3阶上品灵根不要，选了青山，离祖宗150多里。这叫有自知之明，灵根资质肯定不怎么样，躲得远远的图清闲呗。有道理。陈平，会是他吗？这里就是我未来真正的家，也是我陈平的根基。好地方，比咱老家山沟沟强多了。爹娘，你们看，喜欢哪间住哪间。老袁，你也挑一间，回头我弄些家具回来布置。弟子丹鱼拜见陈长老。弟子姚敏拜见陈长老。赵长老调我们来协助灵植事务。长老放心，我们在灵芝堂干了3年，都有经验的。这是成为了长老，特意送弟子来了，打得好算盘。不过刚来青山，确实需要人手。丹鱼、姚敏，你们2人可愿意拜我为师？弟子愿意。 2阶下品，
掌心雷，为师没有什么好东西。这2张符箓算拜师礼，紧要时或可护身，待为师以后富裕了，再给你们补上。弟子惶恐，感谢师尊厚赐。尚瑜，过来一下，有个事去帮我打听一下。师尊，您有何吩咐？师尊请讲。我认识一个熟人，曾待我不错，是一名女弟子，叫白芷，应是内门。若寻到人，问问她，可愿来这青山，拜入我门下修行。白芷师妹，那可是宗门里无人不知的神仙中人，清冷如月，不沾凡尘。师尊竟认识她，还要收她为徒。师尊，她确是内门弟子，但弟子倒是知晓，说身份有些特殊。听闻她是宗门白太上长老的嫡系后裔。我一直记得百药园里有个不爱说话、偏爱甜食的身影，还有一碗热汤的暖意。我以为筑基了就能还这份情，却忘了问他需要吗？知道了，去，杂草还多着。是，弟子这就去。这片田，这口泉，才是我陈平的根基。路，却要自己踩出来。第3没了，药力入体，如雨落深潭，激不起半点波澜。5行废灵根，从筑基1层到2层，至少3、5年。师尊，您看这苗，根须壮实，今年雨水也足，肯定能长好。做得不错。种最普通的灵道，是为测算地理加成，给高阶灵药做标志才修。宗门必须去一趟。怎么，老朋友大老远爬上来，就让我站在门口喝风？老朋友，请进。姑娘快坐，简陋了些，莫要嫌弃啊。伯母哪里话，这茶挺好，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至少清静，不像我那儿，我大哥白猿师客太耀眼了，家里便觉得我既然姓白，就该有他的样子。名师一个接一个，规矩一条接一条。最可气的是，他们总觉得我不用功，说我懈怠，可我明明……还是你这里好，就像当年在百药园一样，真有点想回去了。我珍惜你曾给的温暖，但我已回不去仰人鼻视的日子了。我该走了，这次是好不容易提前完成了功课，才偷得几日闲暇。回去后便要闭关，不突破筑基，怕是难再出来了。陈平，你走在了前面，真好。放宽心，筑基一关，你定能过去。若有需要，以此为信，我必倾力相助。我信你。这处记载与北域散修札记所述倒有7分违和。赵师兄，陈师弟，稀客，怎么青山那边住的还习惯？有劳师兄挂心，一切尚好。今日叨扰师兄，实有一事请教，关于修炼禁境之事。哦，坐下说。倒不是我有问题，是我父亲，他是5行废灵根，一直服用丹药修炼，却收效甚微，不知这其中可有什么缘故？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赵家有个族侄，便是5行废灵根。当年我花费极大心力，想替他寻一条出路，结果如何？止步于炼气8层，未能筑基。不过我确实观察到了些不寻常的东西。其一，5行废灵根者吸纳灵气虽慢，但悟性普遍比常人强出一线。其二，5行废灵根者服用同一种丹药久了，会极快产生抗药性，必须服用更高阶的丹药，才能让修为更进一步。所以必须不断换更高阶的丹药。正是。这还不算完，即便5行废灵根者侥幸筑基成功，其丹田气海所凝聚的液态真元数量也远少于寻常修士。5行废灵根筑基最初凝聚出的真元液绝不会超过3滴，这最初的真元液就是你的道基，是睡水池的大小，别人的池子比你大几倍，日后修炼吸纳的灵气进来时，别人更容易装得下，积累更快，而你池子就这么大，装满了也不够。道基的大小在筑基成功的那一刻就被那几滴初始真元彻底定死了，后天无法拓宽。初始真元稀少，就是天生的根基浅薄，这不是废灵根的错，而是生生世世无法翻身的死局。更耐人寻味的是，纵观有记载以来，从未听说有5行废灵根能突破至子府境界，这都是在我的计算之内，也是完美符合了我现在提出的这个理论。如果非得让我完全不留情面的讲，5行废灵根的问题在于初始真元凝聚不足，修炼太慢，导致寿元耗尽。原来5行废灵根真正的局限性在这里。我凝聚了6滴真元，理论上和一般修士差不多，那为何还有那种修炼不动的沉重感？一般修士皆无踏入子府的可能，
若一入子府，青云宗便不止几位太上老祖了。原来大家都一样没有希望，那能不能借助外界手段大幅提高踏入子府的概率？师弟，我这些年推演出了一个理论上可能打破五行废灵根无法踏入子府的法子，你可愿听？师兄请讲。师弟，我所说的皆是理论知识，不曾实践过。师弟信可以，不信也可以，全凭师弟自己。自然是信得过师兄。五行废灵根能和普通修士一样，保持上好的修炼速度的话，核心在于2个词：速度与数量。其一，速度。寻常修士炼化1枚真元丹，需3日缓缓化感药力，融入真元。若有秘术，能极大加速炼化药力、吸纳灵气的速度，将其缩短至1日，甚至1日之内炼化数枚。其二，数量。既然根基浅薄，转化慢，那就用远超常人的丹药数量去堆，去强行冲开那滞涩的瓶颈，以量变引质变。师兄，如此精吞海量丹药，单独淤积如渊，岂非自绝经脉？问得好，关键在于这淤积的毒性。寻常丹药单独中，用此法必死；但若是上品丹乃至极品丹呢？极品丹单独能去9成9。若以极品丹药为柴心，强行推动真元增长，此乃险中求胜，或可强行凿开一条生路。师弟有所不知，我查阅冷僻典籍，确有一门上古秘术，名化精吞术，通过强行扩张经脉，以掠夺方式急速吞纳，炼化远超极限的药力或灵气，正合此用。只是师弟有所不知，此术因那害人的单独反噬，早已被世人视为鸡肋。如果赵元乾的理论真的可以成立的话，那就探索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修炼方式，不仅仅是我，其他人也能用到此法。一旦真元草能够树化成功，我就有源源不断的极品真元丹服用。当务之急是先去弄一门筑基境修炼的功法，以及弄到精吞术。贫习者以其修士繁良，师听罗时修炼弥而止。师兄高论，振聋华会，师弟心中已有计较，只是眼下却有一桩急务缠身，不敢再耽搁师兄宝贵光阴，须得立刻去处置一番。师弟有事，那自然不能耽误。哎，可惜呀！方才那单独淤积对冲之精妙处，我还未及细说。师兄放心，待叔弟处理完杂事，定当再来向师兄请教。今日所闻，已令师弟茅塞顿开，感激不尽。好，那师兄就在此恭候师弟佳音了。路上小心。师兄留步。陈长老有何吩咐？兑换贡献点。不愧是筑基修士，轻而易举就能拿出来这么多灵石。长老，比例是1.5比1，您可兑换3413点贡献点。换。好了，长老请查验。拜见李师兄。哦，是新进的陈师弟啊，不必多礼。来藏清阁可是要寻功法秘术？我想兑换长青诀筑基篇，1000点。长青诀是我宗根基，筑基篇虽只是玄阶下品，但胜在中正平和，循序渐进，打好根基最好不过。弟子还想兑换一门秘术，精吞术。精吞术，陈师弟，你确定是精吞术？兑换需2000贡献点那个？确定。师弟，我在这藏经阁看守了43年，经手的功法秘系不知凡矣。这精吞术，师兄劝你慎重，慎重啊！此术名为精吞，意强行扩张经脉，于极短时间内炼化远超自身极限的庞大药量。此术在上古或许有用武之地，但早已被无数先辈证明，它根本就是剧毒。强行扩张经脉，瞬间吞纳海量丹药，是对经脉的巨大摧残。多少年来，不是没有精才绝艺被寄予此术，妄图以此捷径登高，结果呢，要么中途放弃，落得一身伤患，要么坟头草都几丈高了。多谢李长老肺腑之言，师弟敏感于心。然师弟心意已决，非此术不可，其中缘由不便详述，还请师兄成全。罢了。精吞术传承玉简在此，滴血烙印神识即可读取。此术霸道，
修习之时，切忌量力而行，若觉不妥，立刻停止。多谢师兄，师弟告退。又一个走向歧途路的年轻人，只能希望这位陈师弟能及时醒悟，莫要撞得头破血流才好。如果理论真的可行就好了，以极品丹药和精吞术强行推动真元增长。赵元齐的理论对绝大多数修士而言，或许依旧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我不一样，我有黑土地空间。比预想的更痛。长青诀第11层，精吞术也入门了，炼化速度大概提升了10倍，但离赵元起说的一日炼化数十枚还差得远。丹毒确实存在，入门的精吞术弊端还是大，极品丹的1/1000残毒都被强行挤压淤积在经脉内，继续测出入门精吞术的极限所在。3天炼化3枚，修炼速度提升了7倍。1年时光，真元草化树了。120年药性，极品真元丹指日可待。再有1年，100年药性，不急着炼丹，种下去，长成真元果林。淡紫色黑土地还不够吗？下品灵石能让空间进阶，那中品灵石呢？师尊，拿着，这月灵田照顾得不错。谢师尊厚赐。弟子定当竭尽全力，为师尊看好灵田。还真能行。中品灵石果然能让空间继续升级。10枚中品灵石，连一丝涟漪都激不起。要升级这空间，数以万计，只是起步。只要中品灵石足够，就能升级。这黑石药铺便是第一步。3万多下品灵石，全部兑成中品。3万灵石，够老子在城里快活几辈子了。黑市里消失个把人，谁会追究？不对，这其实不是普通的初级散图，如此巨额兑换，小店按市价110:1，绝无期满。您稍等，小人亲自去办。黑吃黑，也得看有没有这个牙口。没有筑基期的实力压阵，这坊市一步一个坑。300多枚中品灵石，34000多下品，就1尺6亩8亩，那得数百万灵石。但只要能直通仙途，用爬的我也要把它赚回来。批量卖单，利润被生生压走1成。
自己开店，手底下一个可用之人都没有。爹娘修为第一要关，老袁要护卫，2个徒弟要照料灵田。唯一的办法，成为宗门认可的炼丹师，名正言顺培养学徒，把自己从1阶丹药中解放出来。见过孙长老，弟子陈平，申请考核1阶炼丹师资格。你不到30便成功筑基，是宗门瞩目的天才，但这丹道极耗光阴，切莫因一时好奇，耽误了长生仙途。弟子心意已决，烦请安排。看清楚了，1阶下品聚灵丹，10份材料，3成成丹率，每炉不少于4枚，考核费20块下品灵石。弟子明白。聚灵丹，闭着眼都能炼出完美品质，不过还是收着点，别把孙长老吓着。这手法，这控火能力，没有千百次锤炼，绝不可能这么纯熟。他不是一个新筑基的长老吗？怎么炼丹比我还顺溜？无妨，这炼丹一途哪有次次圆满的道理？切莫气馁，稳固心神再来便是。下品6枚。陈长老，恭喜你通过1阶炼丹师考核，继续考核2阶炼丹师资格吧，也算是节省了时间。什么？你才刚过1阶，现在就要冲击2阶？陈长老，万万不可急躁，2阶丹道与1阶有天壤之别。你虽天赋异禀，但根基尚浅，贸然尝试不仅浪费灵石，更可能因炼丹失败反噬而伤及自身。谢孙长老提点，我心意已决，请师兄成全。罢了，2阶炼丹师考核需炼制2阶下品真元丹，考核费500下品灵石，同样10份材料，成丹率3成以上，每炉成丹不低于4枚。你好自为之，随我来吧。请进。这控火精度，他刚才藏了多少实力？这不是2阶炼丹师的水准了，这已经达到了3阶的门槛。完美，刚好达标。陈长老，恭喜2阶炼丹师考核通过。多谢孙长老。10炉成丹率达到了5成，他才不到30岁，筑基加2阶丹师，真是后生可畏啊！陈平，就是那个新筑基的长老，不到30岁的2阶丹师，这太离谱了吧？他长得好像画里的人哦。青云宗的紫府境强者，太上长老李行一。老夫李行一，观你丹道天赋卓绝，孩子可愿拜入老夫门下，做老夫弟子？快答应啊！拜师。紫府强者神识强大，与其朝夕相处，玉佩暴露的风险将暴增。玉佩是一切的根本，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弟子陈平，拜谢太上长老厚爱。弟子自知性情散漫，恐难专心侍奉师尊左右，恳请长老收回成命。人各有志，道缘不可强求，也罢。孙长老，我既然已通过2阶炼丹师考核，按宗门规矩，是否可招收门徒传授丹道技艺？自然可以。2阶炼丹师可自行物色，招收有炼丹天赋的弟子，悉心培养。这个年轻人啊，我真是看不透他。2阶炼丹师资格到手，可以收徒了。1阶丹药交给弟子炼，我只负责2阶以上，能省下一大半时间。但有炼丹天赋的苗子从哪儿找呢？要不去黑市看看？这徒弟该上哪儿找呢？突然跟别人说我要收你当徒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脑子不好？
罢了，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办法，先去丹药店逛逛吧。这位大人，欢迎驾临本店，有什么需要的吗？给我拿2本符纸和疗伤外敷的丹药。好嘞，我这就给大人去取。我要不要给未来徒弟买点见面礼，让他觉得我是个大方的好师傅？大人，东西打包好了，一共100灵石。老板，莫要以为陈某初来乍到，便可随意任人宰割。大人，就是给小人10个胆子，小人也不敢啊。只是说，大人，是这样的，小店前天被一位仙人夺去了许多财宝，为挽回些损失，这才不得不。仙人罢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感谢大人，以后大人有什么需要，尽管来小店取就是。大人，不好意思，大人，小孩不懂事，我马上让人小二去重新包一份。这几个孩子什么情况？怎么随意在大街上乱跑？这3人从小就在这街长大，性子莽撞了些，大人莫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大人，重新给您包好了。大人慢走。虽然莽撞，倒也添了几分市井气息。老板，这本书多少钱？哪里来的小毛孩，敢撞本大爷！呸！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小子，你可知你大爷我是谁？这位大人，我劝你还是莫要插手。为何？你有所不知，这3个孩子平时就闹，但是都是邻里从小看着长大的，是可怜孩子。那为何没人上去帮忙？这野蛮之人自称是仙人，这两到处烧杀抢掠，我等凡人如何敢阻拦啊？我管你是谁，撞了人就得道歉。就是。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能耐。你是谁？你可知我是？你们3人可愿跟我走？平儿，这是爹娘，我刚去访视收了3个小徒回来，以后让他们在丹房打打下手，处理些杂物。你安排便是。以后你们就住这里，王立进、王立谦、萧峰，记住你们自己的名字。从明天开始，每日卯时出课，到我丹房外候着。是，师傅。识字、认脉，3天后我要考察。进来吧。炼丹之道最重要的是食药，这株是10年份的青草草，性微寒，枝叶苦涩，庚金处有一圈浅白纹路者为佳。控火乃炼丹之基，法力催动丹火，需以神念引导，感知火中灵力的细微流动。接下来你们需要辨识这10种药材，说出其大致药性，以神念操控丹火，持续1刻钟，感知火纹时内蕴的火灵之力，尝试引动一丝出来。现在开始。火太大了，不，又太小了。哇，这一炉全是上品。等等，最边上那颗不太一样，极品。师傅，又失败了。无妨，失败在意料之中。其因有3：其一，修为不足以支撑聚灵丹炼制；其二，手法生疏，感知不够敏锐，仍需锤炼；
其三，心性浮躁。是，师傅，我记住了。继续练吧，从处理药材开始。每日出时分，玉佩都会散发出一丝极其微的淡紫色气息。这枚玉佩将来是否还有其他神异之处？药性虽精准，远超普通真元子，但距离炼制极品真元丹所需的标准，还差点火候。灵石要赚，修为要提，丹药要炼，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一步一步来吧。陈师弟，你进入青云古树秘境的申请通过了。青云古树秘境，赵师兄，我并未申请过此地。师弟竟不知青云秘境，凡40岁前筑基者皆有资格进入。你年未30便筑基，更在30前成就2阶炼丹师，太上长老与掌门一致认可，自然毫无阻碍。这青云古树究竟是何来历？此乃青云宗名号之由来。古树本是5阶天地灵根，渡劫化形时遭天雷重创，品阶坠落4阶。开派祖师寻得此树，在其庇护下开创青云一脉。千年以来，古树伤势恶化，对进入者资质要求极为严苛，靠近10丈之内者，甚至可能得到古修大能的完整传承烙印。掌门已在等候，随我来。30不到筑基，30不到2阶炼丹师，后生可畏，盼你能有所获。掌门过誉，弟子定当尽力。持此令，心神沉入。持令者向前，承受无之意志，踏入10丈之内，可得机缘，越近所得越厚。停下吧！汝之根骨神魂，乃500年来所见最烈者，20丈已是极限。再强行向前，神魂顷刻凋零湮灭。前辈，晚辈有一事请教。说吧。晚辈有一灵地，无论何灵植，一丝生机便可成活。前辈可有后遗种子？晚辈愿倾力培育，存续血脉。痴儿，天地灵根秉气运而生，同种唯存其一，吾若寂灭，万载后他处再运，存续血脉，天命如此，强求不得。原来如此，那么若晚辈说，或许有办法能尝试缓解前辈之伤势呢？黄口小儿，胆敢妄言！吾之伤乃天劫道痕所蚀，深入本源。而青云宗历代金丹乃至元婴老祖穷尽心力亦束手无策。人一小小筑基蝼蚁般的存在，竟敢口出狂言，不知天高地厚。前辈息怒，晚辈绝非戏言。晚辈斗胆请问，自青云宗开派至今，可曾有一人真正缓解了前辈的伤势？前辈的伤势还能等多久？等下一个元婴，还是下一个同样束手无策的万年？反正除了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青云宫再无人敢说能治您的伤。让我试试，前辈，您又有什么损失？小辈，汝之口舌倒是锋利，罢了。吾倒要看看汝这蝼蚁如何撼动天劫道痕。前辈，为了晚辈的安全，还请您下天道伤试验，否则晚辈可不敢心安理得地为您疗伤。倒是谨慎，便依你所言，吾青云立下天道誓言，此子治疗吾伤势期间，绝不伤其性命。若违背，当受天劫而死。哼，既然如此，晚辈已至您身前，按照您定的规矩，越近机缘越厚。您是不是该赐予晚辈最大的机缘了？无耻，无耻蝼蚁！老夫撤去威压，许你近身，是让你来疗伤，竟钻越近机缘越厚的空子，反敲诈老夫！脚下小辈，胆敢如此戏弄于我！
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回事？连一丝空间涟漪都没留下，他去哪儿了？还回来治伤吗？这是何物？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我多的是。你在干什么？满嘴胡言乱语，还不快把这生命摇鞍捡起来！快捡起来！老夫让你快捡起来啊！这老树活了几万年，怎么跟个护食的小孩一样，一点就炸？看来这黑土的价值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不过既然这样，铸就洞权可就要在我手里了。你做了什么？为何收起它？那是生命摇篮的气息，快拿出来！它不属于你，它属于这个天地。前辈，咱们先别激动，我已经按照您定下的规则，站在了离您最近的位置。您看，是不是该先兑现那最大的机缘了？小辈，汝之狡黠，吾生平仅见，罢了。规则便是规则。前辈，这可是树心。晚辈听闻，树心乃灵树命脉所在。若晚辈取走此物，前辈您不会死吧？无知小儿多虑了。寻常凡木俗根失去树心，自当殒命。吾乃先天灵根，天地造化所终，岂是他们可比？吾生有3枚本源树心，余你1枚，不过损吾1000年修为积淀，速速取去服下，莫要在此拖延。这老树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守信倒是不假。原来如此，是晚辈见识浅薄了。敢问前辈，此树心服用后有何效用？可有禁忌或需注意之处？此乃吾本源智慧凝聚之物，服之可助生灵开启灵慧。至于禁忌，此乃天地灵萃，非是毒物。思维被放大了。长青诀第3层，第7个节点，原定路线，真元偏装半寸，功法效率即可翻倍。原来如此，是我愚钝了。还有这天地运行的逻辑，也开始变得清晰了。真元速度也没变，1枚先天灵根树心，就为了让我脑子快一点。这机缘未免太过鸡肋。汝终于醒了，前辈，我入定了多久？不知晓，应该不算短。机缘已赐，如可满意。现在能否将那神圣之土交于吾了？那晚辈就倒下去了。快倒！此乃创生本源之物，其内蕴紫色本源，连天劫道痕都无法抵挡。吾已感到体内道痕在松动，速速倒来！创生本源，道痕松动，这黑土竟有如此作用。前辈别急，到之前，晚辈还有最后一问。您这伤，具体需要多少？3捧，1捧治伤，2捧恢复修为，3捧或可窥探6界。这代价对我那取之不尽的黑土地来说不过9牛1毛，但回报是一个未来6阶先天灵根的人情。辈明白了，最后请前辈立天道誓言。小友，老夫欠你一个人情。吾青云对天道起誓，必不将此信息告知第2生灵，若违此事，神魂俱灭。前辈，此3捧黑土，请您收好。小友，此恩此德，吾铭记于心。待吾修为尽复，必当亲至小友面前，再赠一场造化。前辈言重了，交易已成，2不相欠，晚辈告退。陈师弟，你可知你在秘境中待了多久？回掌门，弟子感觉
几个时辰？整整4天。历代仙贤停留从未超过1炷香，而你足足4天。弟子服下青云前辈的果实后，头脑清晰了些，修为仍是筑基初期。放心，宗门不会追问细节，你能有此收获，便是宗门之福。3年后便是8宗大比，由上宗太玄门举办，成绩决定未来一甲子的供奉份额，名次越高，缴纳越低，夺得魁首可免供奉，这对青云宗至关重要。弟子愿代表宗门参加8宗大比，竭尽全力争取佳绩。好，这3年宗门资源向你倾斜，俸禄提升至2000贡献点。多谢掌门。符箓大概率被剑用，术法匮乏，无遁法，法器倒是不用担心，但综合实力将锐减90%以上。首先，快速提升修为，用极品真元丹配合精吞术；其次，掌握攻击、防御、辅助术法各一门；最后，修炼遁法，提升速度和闪避能力。先去挑选术法吧，修炼这么多年，也该沉淀沉淀。火龙术，收，剑出，凝神一击，杀，收。火龙术、子母剑诀、御灵术皆已小成，3年后的8宗大比，终于有了几分底气。以前修炼只能模糊感觉快慢，现在面对新术法，能在极短时间内理解其核心关窍。整整1年，先天根树心终于发挥出了真正的作用。1年开销近7万灵石，净营收还有5万多，比预期的翻了1倍不止。看来当时启用了王发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当年在百药园，王发办事利落，善于察言观色，这种人才正是经营店铺所需要的。大人，您怎么来了？王发，我给你一场仙缘造化，前提是替我管理好坊城里的一间店铺，你可愿意？大人，我愿意，我愿意。随我来吧，等下会异常痛苦，但我会护住你心脉，你要挺过去。成了，五行灵根已生根，你已不再是凡人。感谢大人再造之恩，王发此生此世为大人马首是瞻。帮我管理好店铺就是。是，大人。位置虽偏，但不是死穴。修真界坊市卖的不是地段，是消息和信任。大人给的丹药品质够硬，缺的只是让人知道这里和让人信得过这里。手脚都利索点儿，按照这图纸改，1寸都不能差。帮我干件事儿，这些就是你们的了。好。哎，你听说了吗？青山那位陈长老自己在坊市开了家丹药铺，叫陈平丹药铺。陈长老的丹药品质肯定没得说，虽然位置偏了点儿，但好东西不怕巷子深。我师兄昨天去看了，回来说铺子弄得挺像样。陈平长老亲自炼制，铺内丹药品质极高，上品、极品丹常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陈平长老亲自炼制，铺内丹药品质极高，上品、极品丹常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难道是极品丹？卖完了，没有了。丹药店生意步入正轨，终于可以把全部身心都用来提升修为了。多亏了王发，要不以后助他筑基。镇元草树的药性达到了210余年，药性终于能稳定产出极品镇元丹了。这效率，这成功率，这品质，远超以往。树心赋予的智慧，让我拥有了精准复盘与高效改正的能力，大大缩短了摸索和试错的时间，让每一次失败都成为技艺精进的阶梯。这一次，一定要突破瓶颈。这次修炼速度是普通修炼时不用丹药情况下的105倍，这捷径未免也太捷径了。只需再闭关1个月，便能突破至筑基2层，3年大比足够了。该炼丹了。150枚草叶，够开50炉了。大人来了。行了，别动不动就跪。咱们是修士，不是凡人衙门里那套。是，小的习惯了。上品真元丹，刚出炉的，趁热卖。大人宗门贡献堂一直在收上品2阶丹药，价格公道，要不要直接供一批，省得灵脉一炉一炉出，也怪累的。可以供，但每次最多100枚。为啥不全给？省事啊！全给了铺子还开什么？宗门拿去转手挣差价，自己留大头。一是招牌不能倒，二是价钱自己说了算。卖东西的最怕被人掐住脖子。还是大人想得远。极品聚灵丹，给你，修为上去，铺子才长久。大人放心，铺子我盯得死死的，修炼也不会落下。96枚极品真元丹，足够支撑3个多月的高强度闭关，冲击筑基2层，就在今日。鲸吞术，门力运转。1枚、2枚、3枚、5枚、10枚、30枚、50枚，96枚，全部炼化。筑基2层成了。从2层到3层，别人要35年，我只需3个月。时间宝贵，每一息都不能浪费。一晃眼，竟已年近30。平儿，今晚咱们炖兔子吃。可惜，这修仙世界太过不公平。平儿，外面冷，快进屋来。来了。平儿，还记得你8岁那年除夕家里炖的那锅野兔子肉吗？那滋味真是让人忘不掉啊！
平儿，那天其实是你奶奶下葬的日子。她看你从小身子骨弱，一个人偷偷进深山去寻老参，结果遇到了狼群。大过年的，他老人家说不定已经投胎成谁家的掌上明珠，享福去了。以后的每一个除夕，我一定要陪在父母身边。在极品真元丹和精吞术的加持下，我的修为已达筑基4层，神识强度竟已媲美筑基大圆满修士，大比之上定能斩获佳绩。这是被彻底吸干了。先把这些没有枯萎的移走吧。先天灵根独一无二，成熟土地无用，寄生生灵血肉共生。这灵药居然诞生了灵智。3日不寄生枯萎死。此空间规则特殊，或许能让你在此地长久生存下去，不必急于寄生。规则自身无关外界，突破极限，代价同类献祭，成熟智慧不完全，血肉之力高于你的意思是，必须依托生灵的血肉之力才能继续生存？那这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先天灵根，寄生共生，还只有3日时间。我为何从未在任何典籍中见过类似的记载？媲美5阶青云古树的先天灵根，若是给凡人，简直是暴殄天物。若是我自己服下，我已有灵根在身，若我服用你，是否还能生效？是否会冲突？普通同类会被吸收无效，我不同特殊寄生。我与丹田，而是直接寄止于神魂深处的第2灵根、第2丹田。这等夺天地造化之物，能量狂暴至极。我一介筑基，若强行吞噬，十有8九会爆体而亡，神魂俱灭。但修仙本就是逆天改命，今日退缩，我陈平拿什么登临绝顶？拼了！给我战！失去独立的意识，永远成为他人的一部分，依托我的血肉获得永恒存在的可能。这结局对你而言到底是好是坏？成了！2套灵根，2套完全独立的修炼体系，真的成了！这天下修仙者，皆是单轨前行，唯我陈平双轨齐驱。这天道，我争定了。当年悟性不够，完全领悟不了其中真意。今时不同往日，九阴九阳经与我所知的任何功法都截然不同。核心修炼在于逐一打通身体的81个阳穴和81个阴穴，每成功打通一个阳穴，便成为体内微型阳气之源。
炼气圆满时，将觉醒特殊体质阴阳体。九阴九阳经远非常清诀可比，他追求的是极致的战力与深厚的根基。先尝试用灵力冲击下第一个穴窍出阳穴。这九阴九阳经果然霸道非常，第一步就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冲击穴窍就像用烧红的铁船去钻一块坚冰。第一个阳穴成功打通，第二灵根转化灵气的效率极高，九阴九阳经的修炼之路是可行的。现在不能停，要立刻冲击第二个阳穴。还未曾突破炼气1层，上丹田就已经从最初的头发丝大小增长到豆芽大小。2种不同功法凝聚出的灵气团，差距甚至达到了20倍。地阶功法的修炼果然繁琐到令人发指。光是突破到炼气2层，难度已是常清诀的数十倍。如果没有黑土地，我真的有机会在60岁之前突破到筑基吗？主丹田真元爆发，若能引动上丹田的灵气共鸣，威力增幅1成，灵力天动完全内敛，地阶功法果然致命。上丹田吸纳灵气的速度是废灵根的50倍，堪比单灵根天骄，双体系同修不再是妄想。八宗大比在即，闭关。3800丈，筑基6层，神识已破大圆满极限。上丹田，炼气7层巅峰。底层修士不是不努力，而是资源、背景、天赋、功法处处不公。我拼尽全力爬到这里，在那些人眼中仍是蝼蚁，修为还远不够。可惜抗药性出现了，极品真元丹对我即将失效。八宗大比之后，必须寻找新的丹方。平儿出关了，让娘看看，没瘦。娘突破炼气7层了，爹也快了，炼气8层，根基很稳。爹娘安心修炼，筑基丹的材料儿子已经备足，不必为资源忧虑。守护这份平凡，便是我变强的意义。气息虚浮，1年才到炼气9层，心思全在画符上了。老大，你出关了，我这不是坐不住吗？画符能静心，还能攒家底儿。你看，炼气9层也没落下，不是？人各有志，但劳逸结合，别伤了根基。老大放心，我心里有数。师傅，您出关了。师傅，师傅，炼气5层，2个炼气4层，培元丹成丹率稳定在4成，已经是1阶上品炼丹师了。炼丹之道，贵在持之以恒，早日突破2阶。是，谨遵师命。这3个小家伙终于是有了几分火候，大把灵石进账，指日可待。筑基6层的真实修为太过扎眼，压到筑基1层即可，争个中上名次，为宗门尽力。出发。八宗大比，强者林立，筑基6层的修为一旦暴露，只会招惹杀身之祸。8000灵石买来的2阶极品法器，逆影面具，希望物超所值。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个不起眼的透明人，安稳积蓄力量，才是王道。陈长老来得正好。赵师兄，掌门，陈师弟，这位是白月师妹，这位是我堂弟赵龙。陈师兄，
白师姐，赵师弟，此次八宗大比，关乎宗门未来一甲子的供奉份额，更关乎青云宗颜面。望尔等全力以赴，但保全自身，安全归来方是根本。八宗大比，说到底是天灵宗制衡下属宗门的手段，供奉、摸底、固化阶级3件事，一个目的，让底层永远是底层。掀桌子是找死，我要做的是在夹缝里好好活着，苟到巅峰。到了。好大的手笔，天灵宗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青云宗诸位，入阵前需验明身份，请依次上前，放开气息，以阵盘核验。职责所在，李掌门莫怪，请。这好一处仙家圣地。这就是仙家气象，和这里一比，青云宗就像个小山村。青云宗弟子，随我来。嚯，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宫，就如此气派。果然名不虚传。青云宗底蕴深多少年了，这里依旧如初。诸位青云宗的道友，大比将在2日后正式开始，唯有一点切记。主峰乃我宗禁地，擅入者后果自负。还有2天，或许该出去看看。这就是宗门的交易区吗？不过如此。筑基同道交流会，说不定能捡漏。时间还早，去看看。这阁楼里果然不简单。诸位道友有礼了，在下天灵宗柳慕白，咱们这就开始互通有无，如何？是啊。哼，东西都不错，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此乃天地奇宠榜上排名第97的噬魂虫虫卵。此卵在我家族中已精心培育数年，可惜至今未有破壳迹象。小女子修为低微，耗不起漫长时间，故想换取些丹药资源。韩师妹，这根本就是死卵吧？诸位道友若不信，尽可以神识探查。确实生机微弱。哼，果然是死卵！云水宗韩家就这点门道，浪费大家时间。3枚上品真元丹，换你这9枚虫卵，如何？这位师兄当真，换了。多谢师兄，小妹云水宗韩晶莹，敢问师兄名讳？青云宗陈平。黑土地是生命摇篮，蕴含本源生机，若能唤醒虫卵，回报100倍1000倍；若失败，也无伤大雅。此物乃是我韩家传世之宝五宝葫芦藤残躯。此藤本为3阶极品灵芝，
一甲子可孕育一只五宝葫芦，葫芦天生能蕴养五行煞气，稍加炼制便是本命法宝胚子。我韩家先祖正是倚仗此藤所产葫芦，方能奠定子府家族根基。然天有不测风云，前些年此藤积蓄足够，欲渡劫晋升4阶灵职，奈何雷劫凶猛，最终功亏一篑，就成了诸位眼前这般模样。在下只求换取一些助益筑基修行的丹药，数量希望能多一些。是个装老实的不老实之人。这藤蔓和葫芦价值实在难以界定，说它有用，生机断绝，基本是废物。5枚下品真元丹，8枚下品，10枚下品，再加3枚中品，10枚上品真元丹。当真？这位陈师兄，10枚上品真元丹换我这残藤，自然。果然上钩了。在下想求购2阶以上的丹方，绝不让提供丹方的俏道友吃亏。陈道友，能优于真元丹的2阶丹药丹方，无一不是各宗各派或修真家族秘传的核心之物。道友怕是难以在此如愿了。多谢柳道友解惑，是在下奢求。3楼一句，有你感兴趣的情报。陈师兄果然来了，在下云水宗韩飞宇，这是舍妹韩晶莹。原来是韩师兄、韩师姐。陈师兄，那虫卵与葫芦藤出处绝非虚言，是我兄妹2人从一处古修作画之地的外围所得。不知陈师兄可愿与我兄妹联手，共探内围，所得之物按出力大小公平分配。多谢师兄好意，只是陈某修为浅薄，恐难当此人。陈师兄先别急着拒绝，那位作画的古修生前是炼丹大师，内围极可能藏有他的丹方传承，甚至可能找到早已失传的子府丹方。竟然是子府丹方，倒可以冒险一试。那作画之地，你们了解多少？如何确保分配公平？地点在安里国北境边缘的一处密谷，我兄妹可立下心魔誓言，共同协商分配，绝不独吞。好，大比之后，我与你们同去。爽快！陈师兄，大比结束次日清晨，卧牛峰下见。一言为定，告辞。大比关乎一甲子供奉，全力以赴，安全为本。8宗大比分精英战与团体战2轮，8宗各出3人，共27人参战。精英战魁首，额外奖赏菩提子1粒。传说中的天地奇珍，不知可凭空增长20年苦修功力。菩提子，20年修为是其次，它本身是菩提神树的种子，这是能开创宗门底蕴的逆天机缘。魁首奖乃天灵宗自备，外人夺魁，打脸天灵宗，举世皆敌，亡命天涯。团体战3对3，魁首奖2极品法器3件，积分第1宗门。一甲子仅上缴1成供奉，禁用符箓，短时提升丹药秘术，违者严惩。参赛者上前检测根骨年龄，领取号牌。对手是11号，大比正式开始。1号对2号。2号，烈云门弟子，炼气大圆满。结束吧。烈云盟连30岁前筑基之人都凑不齐3个，是我已成定局，修仙界不行就会被淘汰。3号对4号。消耗他的真元，等他力竭再反击。玄冰剑阵，
输，我认输。白宣子厉害，玄冰剑意，当真凌厉。去。白月的锋芒引来了麻烦。青云宗陈平对黄风谷张子栋。请。试探还是想速战速决？好，很好，接我这一招！这是什么招数？算了，装得像一点吧。哎呀，这地上怎么有个坑啊？太怂了，还跑跑转世吗？这算什么斗法？简直是猴戏！鼠辈，除了像狗一样逃跑，还会什么？话溜得过分，绝不是巧合，不能再让他躲了。地涌流言，真是无趣。这是战斗，猫抓老鼠吗？别丢脸了，亏钱！玩这个玩意儿不如回去睡觉。这小子真的假的？不对，他在装，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被他耍了。我认输，这就结束了，打到了就结束了。衣角微脏。陈长老，此战胜得不易，能赢便好，辛苦了。陈师弟干得漂亮，管他什么手段，赢了就是本事，这叫战术，懂不懂？恭喜陈师兄获胜。恭喜。下一组，青云宗赵龙对战天灵宗张凌，请双方选手即刻上台。区区筑基1层也敢上来献丑？少废话，战吧！真猛视野！这是混混过去了吗？居然能做到这一步！青云宗认输，是条汉子。冰，以治至清寒之道，
流沙不动如山。这不可能！白仙子威武，青云宗白月有望夺魁啊！还得是白衣仙子，此等实力，我等乃是拍马。捧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就越疼。七星剑，这韩飞月好强，身法太诡异了，剑尘也厉害。不好，这是天机令场。天灵宗弟子的镜子是古法宝仿品，虽只有1%未能，却让韩飞宇输得理所当然。不对，他身体有一个偏移的趋势，但被他硬生生止住了。藏拙藏得这么深，韩飞宇，你果然是同类人。又是他，那个只会躲的。希望这次有人能好好教训他一顿。开始！火龙术！就是现在！又被他躲过去了。打他！别躲了，废物只会跑。你是在干什么？你是来参加大比的吗？还手啊！怎么回事？这怂包是铁打的，难不成他真元比我还深厚？这是在演戏。时机已到。李道友实力强劲，陈某差点就撑不住了。好你个陈平，竟敢如此羞辱我！行了，逗你玩的，我没事。你小子也不错，竟是让我流汗了，比那小子强。卑鄙无耻，下流小人，滚下去！你不配站在擂台上。李世是被他气吐血的。这人气性大不经斗。好运哥来了，都第几个了？从头躲到尾，这也叫比试？逃跑式打法，简直是在打我们所有修士的脸，这叫耍赖。可人家就是赢了。陈师弟，好样的！什么侥幸，赢了就是赢了。你和白师妹还有赵龙加起来有10几分，这是咱们青云宗几百年来大比最好成绩了。陈长老辛苦了，打得很好。掌门过奖，侥幸而已。看似狼狈闪避，实则每次都能精准卡在攻击最弱处，用最低消耗取得胜利。此子绝非等闲之辈。菩提子，对于别人只能增长20年修为，但对我来说，它结出菩提树心是结金丹的主药，甚至直接服用就能增长半个假死寿元。先修炼吧。黑土地强大的本源生机，让这株濒死的五宝葫芦藤焕发了新生。黑土地对灵植效果显著，对噬魂虫卵似乎不太要用。
先放着，是死是活，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休整期结束。精英战8进4正式开始。白世直，尽力而为，切莫强求，保全自身为重。有趣，今天会什么结局？请。玄冰剑意，双杀！好强的剑意，竟能直接截断我的剑。顾云深那一剑，剑气凝练到了这种程度，白月的玄冰剑意与其差距不小。接下来，他会如何应对？断！天灵宗顾云晨上！一剑，仅仅一剑，顾师兄实力恐怖如斯，当之无愧天灵宗第一人。这就是天灵宗首席的真正实力，余下参赛者根本不必上场，直接认输便可。性子高傲执拗，遭遇全方位天赋碾压与惨败，这般反应理所应当。接下来，该轮到我登场了。好运哥又来了，我看他往哪儿躲闪。单凭运气走不远。久仰好运哥大名了，今日切磋，还望手下留情啊！谢师兄，请。比试开始。屏风千里。谢清，拜过吗？我撸住！不好，不好！玄龟中战！去！
真觉得这就挡住了吗？不好！消失了。完了，来不及了。还好有这护身法炮，不然死掉了。再看看你前面呢。谢青败了！真的假的？我的天！谢青被好运哥击败了！谢师兄站起来啊！你还能行的！上啊！最后一击拿下他！我真的要败给这个泥腿子了吗？我认输。啊！认输了！陈平！好样的！这才是属于男人的浪漫！打得太漂亮了！太壮了！好运哥牛逼！本场比试，谢青胜。你呀，老实点不行吗？非得做这样的大动作，以后还要稳重成熟点，知道吗？知道了，宗主。哎呀，陈师弟，你刚才明明有机会赢的呀，怎么就认输了呢？赵师兄，力竭了，真打不动了。陈师兄，你是为了替我出气对不对？那几下打得太解恨了。谢青伤你，总要付出点代价。8强赛结束，青云宗在精战的最终积分锁定在了10分，暂列第1。4强都是咱们自己人，下手轻点，全当切磋了。是，尊师尊法柄。师兄，师弟重创未愈，待会儿在台上务必手下留情。放心，都是同门师兄弟，师弟有伤在身，点到为止便是。这本来就是我赢了！你疯了吗？陈平，为何你要认输？如此羞辱于我，我本来就能赢你！给我清醒一点！都是同门，有必要打这么狠吗？本场顾云琛胜。伤成这样，决赛还能打吗？师兄，以你现在这副残躯，拿什么跟我打？哼！昨日掌门叮嘱过我，当然，我自然也是不想伤你的。云深，明天的决赛放弃了，都是同门，不丢人。你现在的身体若是再强行催动真元，必会伤及本源，断了道途。我认输。混修啊！莫修远啊，希望你不要立马服用菩提子，等着我来帮你。几位老哥，你们当初弄到筑基丹，应该不容易吧？给矿场卖命，拿命换来的。那为什么不加入宗门？宗门里90%修士都筑不了基，还得守规矩。老子一个人自由自在。几位老哥，实不相瞒，小弟今日请几位来，是有一事相求。好说，老弟说吧，什么事儿？明日傍晚到东侧雷隐峰下那条通往山顶观雷台的必经小路上。老弟啊，说实话，你不要觉得好运哥这个名号不好，说不定你的命数会因为这个名号发生大改变，以后辉煌腾达了，可不能忘了我们几个老哥啊。3位老哥，办事是办事，关系是关系，这灵石你们必须收。行，听老弟的，收了。那个好运哥陈平邀了咱们去探索那作画之地，你们说去还是不去？
青云宗陈平可在里面？来了。三个老哥做事果然靠谱。莫师兄，您怎么来了？快请进。好运哥是吧？我听闻你发现了一处炼丹大师的作画之地，还邀请了人手准备探索。炼丹大师作画之地，莫师兄何出此言？我并未邀请你啊。陈师弟，这等机缘，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到时所得收获，我们就按出力大小公平分配，如何？这莫师兄，此事是我与几位朋友私下商议，尚未最终定论。哎，陈师弟你放心，我莫修远绝非仗势欺人之辈。既然莫师兄如此盛情，只是此事关系重大，还望莫师兄务必保密。一定一定。莫师兄请随我来，还需与另外2位同伴知会一声。请，这位想必就是天灵宗大名鼎鼎的莫修远莫师兄吧？见过莫师兄。韩师兄、韩师妹，幸会。莫某不才，愿与诸位共探机缘。莫兄实力通天，那外围禁制在你眼中自然不值一提，内围的宝藏才是真正的重宝哦。竟有此等禁制，快详细说说，咱们这次去定能满载而归。等到了作画之地，就杀了这几个修士灭口，独吞作画之地的宝贝。鱼儿已经上钩，下一步就是收网夺宝了。陈平兄，今日多谢款待。不过是鱼儿罢了。陈兄，此人刚得了菩提子就入局，你就不怕他回去后立刻服用了？那我们的计划，放心，菩提子蕴含的修为太过庞大，至少需要月余时间炼化。莫修远刚得此宝，又贪图作画之地的机遇，绝不可能在此时闭关炼化。要撕下你们一块肉！干扰进入。聒噪。不堪一击，这场稳赢。下一轮天灵宗，实力悬殊，尽力周旋即可。若敢不知，立刻认输。记住，是立刻。我逃不掉你。天灵宗正合我意。之前看他们那嚣张样，老子早想揍了。12分在手，前3稳了，目标超额完成。这场输赢无所谓，保住底牌，安全回宗就是最大的赢。怎么可能？就这点力气，你的同伴我收下了。不好，小心！韩师姐，躲开！再打下去，赵龙必死。白月已废，留得青山在。青云宗认输。赵龙，下来！可恶，明明只差1点。战斗结束，青云宗落败。成了第3，每年省下300万灵石，我的符箓研究有经费了。此番大比，你们居功至伟，尤其是陈长老临危果断，回宗后必有后场。掌门，弟子踏入筑基深感浅薄，想告假游历打磨心境。我准了，只是游历虽好，莫要贪恋太久。须知宗门之内尚有牵挂之人翘首以盼。牵挂之人，他在拿我父母说事。我提醒你莫忘归期，只是想告诉你，莫要像许多修士那样，为了虚无缥缈的大道，错过了身边最该珍惜的。弟子谨记掌门教诲。去吧，路上小心。陈兄，你来了。韩兄，韩姑娘。陈兄，这位柳慕白，郊游会见过。韩家旁系韩猛、韩林随行照友，旁系子弟，怕是送死的炮灰吧？陈兄，这柳慕白是个麻烦，
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些许风声，竟以此要挟，希望陈兄不要责怪。陈道友，又见面了。此番能与诸位共探机缘，实乃幸事。柳道友，能和你一起共事，才是我陈平的幸运。希望柳道友在寻宝的路上多多提携。全是弃子，韩飞宇，你这局布得够狠。人到齐了，那就出发吧。好，莫师兄请。此地灵气怎会如此稀疏？诸位有所不知，这便是那位作画大能遗留的禁制影响所致，其洞府所在，如同一口巨大的灵气漏斗，将周遭数百里的天地灵气都缓缓吸纳过去，用以维持洞府核心禁制运转。越是靠近核心，灵气便越稀薄，甚至可能出现灵气真空地带。这也是那洞府历经岁月，外围禁制虽有损毁，但核心区域仍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前方地形复杂，灵气紊乱，灵州难以通行。我等需御剑或步行。这层护罩便是守护洞府核心区域的最后屏障，若攻击力度不够，便会引动禁制反击。大家一定要拼尽全力。此战只许成功。这么多撒谎的小动作，这禁制恐怕不是什么防御屏障，而是杀局。好了，诸位准备，集中攻击此处。经我探查，此处防御最弱。听我口令。3、2、1，攻！就这点本事，还没进洞府，就急着卸磨杀驴。韩飞宇，你究竟在怕什么？为什么我们那般信任你，玉哥？怪你们痴心妄想，妄图争抢族长之位，自取灭亡。你们好很多，你们可知得罪了什么势力？莫师兄，堪心家运气太差，只能认命。此地偏僻无灵气，天灵宗永远查不到踪迹。陈道友救我，你我联手就能反杀二人。我同样重伤，等他靠近，我俩同时突袭，专攻韩飞宇。好。陈平，你……陈兄，戏演够了，这点伪装糊弄旁人尚可，瞒不住。起身吧。韩兄此话何意？我伤势极重。不用再装了，你攻击禁制时刻意压制修为，反噬道妃师级掌却毫骨不伤。方才柳步云拼死偷袭你纹丝不动，你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我们兄妹。韩兄眼光毒辣，我很好奇，大家同为寻宝之人，为何不等见到机缘，就急着铲除所有同行袍妃？你想问缘由？此地根本不是无主炼丹大师作画洞府，
这里是我云水宗韩家子服老祖韩道中的长悬之地。800年前，韩道人为北境赫赫有名的子服炼丹宗师，一手创立云水宗，只因冲击金丹炼制逆天丹药，丹毁人亡，在此设下九转归元反噬大阵。老祖离世后，韩家遭人暗想，急剧衰落，云水宗日渐式微。800年来，家族代代寻觅此地，今日终于被我找到。说不上来为什么，总觉着韩飞宇这小子跟我真像，可他的野心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他想独吞传承，违背老祖本意，犯禁必有反噬，而我就是那个猎人。老祖遗韵，乃我韩家复兴之根本，岂容外人染指？所以，陈兄还有这些死人，都不过是开启洞府所需的祭品罢了。韩兄，你呀，真是高估了你自己。陈兄，不瞒你说，我是一名2阶中品的符箓师。求魂像，怎么可能？火龙术。现在能好好谈谈了吗？如果一开始不贪婪，早点告知家族，何至于沦为刀俎鱼肉？30岁前的筑基4层，不是天才，是怪物，是我害了他。陈兄，不能杀我们！为何不能杀？给我个不杀你们的理由。核心区域的最终机缘，需要韩家嫡系血脉之力才能开启，非我韩家血脉强行开启，必遭禁制反噬，形神俱灭。我和精灵是老祖的嫡系血脉。血脉之力，听起来有点意思。不过我杀了你，留下你妹妹不也一样？她也是嫡系血脉。不，你若杀我大哥，我立刻自绝于此。开个玩笑罢了，韩姑娘何必如此激动？陈某对辣手摧花没什么兴趣。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说说吧，既然这里是你们韩家老祖的作画之地，他为何不作画在云水宗内？你又是如何找到这里的？若有半句虚言，